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欢迎收看 ADI 理财。元旦刚过，这是我2022年第一支短片。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投资丰收，理财有道，过个满满正能量的2022年。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看完影片之后，请在底下留言。2022年1月1号开始，东盟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那就是 RCEP 的落实。RCEP 全名为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中文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它在2012年的11月由东盟10国发起，再加入与东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5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一共15个国家，经过了8年的谈判，终于在2020年的11月15号正式的签订协议，并且确定在今年1月1号正式上路。目前文莱、柬埔寨、辽国、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纽西兰和澳洲10个国家的 RCEP 协议已经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韩国也已经获得国会的通过，并且将会在2022年2月1号正式生效。可惜的是，我国和其他的3国印尼、缅甸、菲律宾协议都还在审议当中，买了车票暂时不能上车。根据我国国际贸工部在2021年9月的说法是，我国将会在2021年的12月提交国会通过。至于目前的进度如何，贸工部仍然没有任何回应。希望我国的政府行政效力可以全面的提升，趁早批准加入。虽然我们的政府不太给力，但庆幸的是，我们还是可以凭借自己个人微小的力量来参与加入这一局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区，抓住 RCEP 带来的红利。至于要怎么参与，后面会跟大家再说清楚。首先，我们来了解看看 RCEP 是什么。RCEP 是一个由东盟10国加上亚太地区5个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RCEP 最大的目的是通过削减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协议生效之后，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将会逐年减少，并且在10年内降至零关税。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这15个国家之间几乎形成一个零关税的贸易市场，不仅降低了许多入口商品的价格，也让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除此之外，协议也向其他外部的经济体，比如中亚、南亚以及大洋洲其他国家进行开放，扩大市场。第二，成立的目的。RCEP 成立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同时促进区域和扩大区域的贸易和投资，并且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该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以下就是3个主要的目标：一、加强区域的连接价值；二、方便使用及容易应用；三、现代、全面、优质。第三， RCEP 的核心框架。 RCEP 的核心涵盖了以下4大项目：一、消除或减少关税；二、促进、便利、保护和自由投资；三、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电子商务；四、经济与技术合作。第四， RCEP 的规模。RCEP 被认为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基石，成立了之后取代了欧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里有一组数据说明了 RCEP 的巨大与其重要性，那就是3个30%。第一个30， RCEP 15国的总 GDP 约占全球总 GDP 的30%。第二个30， RCEP 15国的总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0%。第三个30， RCEP 15国的贸易总额约占全世界总量的30%。由此可知， RCEP 是目前地球上贸易量最大、人口涵盖最多的一个经济贸易区，而且整个经济体量还在不断的扩大中，绝对无法忽视。第五， RCEP 落实后对成员国有什么好处？一、降低关税。 RCEP 落实后，从东盟出口到其他会员国的农产品，比如泰国的椰子或者马来西亚的中油产品将会变成零关税。另外，从会员国进口到大马的商品，比如日本的电器或者中国的机械零件，都将逐步免除关税。通过 RCEP 的关税优惠安排，区域内的企业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廉价的产品。二、原产地规则。在原产地规则方面， RCEP 成员国的任何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有使用到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一律视为 RCEP 区域内的原产材料。
从而可以累计增加原产价值的成分比例，使成员国之间的出口产品更容易达到享受关税的优惠。比如一家由中国生产的冰箱出口到东盟国家，生产中使用了韩国的压缩机等零部件，整个机件的价格超过68%。如果按照原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就不能满足成分超过48%的原产地标准，所以不能享受优惠关税。但是在 RCEP 的协议之下，使用韩国的零件可以视为区域内原产材料的累计价值，所以由中国企业组装的冰箱出口到东盟，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的关税。最后说一下 RCEP 成立之后谁的获利最大。一、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1年12月15号发表的研究结果表示， RCEP 或将增加大约420亿美元的贸易额，其中日本的收益最多，第二是中国，韩国排第三。二、东盟各国。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到了2030年，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这对参加 RCEP 的各个成员国来说，都是一项大利多，尤其是东盟各国。作为一般的民众或者投资者， RCEP 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呢？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面对我们政府的不作为，其实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利用自己手上的钱，搭上亚洲的新经济列车来进行投资。整理出以下几个值得留意的投资机会。一、东盟市场。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了2020年和2021两年低迷的市场氛围之后，许多有实力的企业其价值已经被严重的低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印尼。趁着这一波 RCEP 的正式启动，正好是入手东南亚或者与东盟相关基金的大好机会。二、中日韩市场。中日韩三国同时加入 RCEP， 对 RCEP 来说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礼物盒，里面包着黄金。盒子固然精美，但是包在里面的黄金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中日韩三国的 FTA， 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谈了20年也谈不出什么结果。RCEP 的落实就是间接的促成了这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根据世界 GDP 的排名，中国第2，日本第3，韩国第13，三个经济强国加起来的总量非同凡响。东亚各国的经济在经过1年的盘整之后，预料也将会进入下一个上升期。中国的 A 股、日本与韩国的大企业是必须留意的投资标的。三、电子商务。这2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电子商务的生意已经蒸蒸日上，如今再加上 RCEP 的低关税优惠，简直是如虎添翼。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电子商务只会有增无减。你想要知道哪些领域会因为 RCEP 的落实带来更多的利好吗？欢迎联络我，我们一起来研究探讨，寻找亚洲的投资机遇。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